大家好，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，我又在拆进站了。然后今天拆进站的重点就是前叉主碗，因为老车了，主碗一定会有些微的磨损。然后最近在骑乘就是可能压到坑洞啊，你就觉得那会扣扣一下，或者刹车。你刹车，如果你刹到很大力的时候会扣一下，我是觉得这个还算 OK。然后我是变成说，我只要稍微出力刹紧一点就会扣。所以今天打算就是，因为今天礼拜天，然后我也是临时决定拆起来看，所以并不打算更换的，算是保养。因为保养更换只是差一个换东西，一个清东西而已。然后基本上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没有这一把的话，我有3把，但是这个都是在调汽车避震器在用的，所以变成说，一般人可能不会有人家里不会准备这个，有的话可能也是可能买避震器送的。像买如果有这个的话是最好啦啊，因为我的这个尺寸都是汽车避震器比较大，别人说你在套，你看差别差这么大，你这边一定要顶到它，这边这个头勾住它以后。你这边一定要顶到它，你才有办法出力。要不然你看，我现在假设这样子，这样勾住，但是我只要顶这边一出力，它就会滑掉，因为它这是对应比较大的那个调整环。然后如果你有这种东西，但是太大的话，一个方法就是找个东西顶在这边，顶在这边。你在施力就会它有一个支撑点，你就应该就转得开了，除非是真的太紧，然后你可能自己要衡量自己工具的状况，去改变这个垫的东西的厚度跟垫的角度，这样子多半都能拆下来。没有专用工具的话就这样，问题是你不可能每台车你都有专用工具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拆开以后，以进站为例，它有3个。但是我刚刚在拆的时候，我们假设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举例，它是3片嘛，这2个是对锁，是固定你前叉主碗那个松紧度是靠这2个，这2个是对锁固定住以后，这个再做个补强钉住它。但是我在拆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是以前有听人家讲说，主碗头里面有个垫片，橡胶的，但是它居然是垫在这样子，前叉这样子嘛，前叉这样插进去，它是垫在这样子，我不知道这样正不正确，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变成可能骑车的震动，它会松，应该是垫这样子吧。这2个调整好以后，让它不会有变数存在，然后这个垫上去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，有可能是车行或前任车主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前任是个女孩子不会啊，就原来的车主可能自己乱弄，因为也可以看到它这个都是硬敲，它没有工具嘛，然后就可以拿那个凿子硬打把它打松。其实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，用凿子也是可以，只是你用凿子的话，你在固定这个的时候，真的需要经验跟功夫啊。你变成说，我们这个嘛，假设先锁上去以后，这个调整到你的龙头不会，你的主碗不会出现一格一格一格，因为你只要锁太紧，龙头会很紧。然后如果再紧下去的话，你会去伤到主碗底座。基本上啊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车会在转的时候会出现一格一格，或者它会定在一个点，那个多半都是太紧，然后就主碗做坏掉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如果你是没有工具，你要用粘的话，用敲的话，这个就是稍微松一点。这个
用言语下去讲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到。就这个先，譬如说锁紧以后退松一点，这个下去以后，你要注意哦，因为你只用斩的嘛，锁紧以后斩，如果他跟着跑，你就要再打这个，把它往回打。往回打过，这一定会往回跑，所以你肯定要想尽办法先拿个一字顶在这边，请朋友或有人的话顶在这边，你去敲这个，就以这个为主。这个你锁下去以后，你确定了你的龙头，你把前轮翘起来，你那个龙头松紧度 OK， 然后去摇它，不会扣扣，因为你只要松一定会扣扣，然后锁太紧一定就是很紧。卡住，甚至会出现一格一格的状态，那个都是不对。你只要这个确定好以后，大概看一下它的位置在哪里，放松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再下去。锁的过程中，这个你看准的角度就不要再动了。如果它有动，你就是再反打一点，再锁，再反打，或者请人顶住，拿个一字的螺丝刀顶住它，然后你敲上面这个，想尽办法让这个不要再动了。这个锁紧，然后再上橡胶垫片，然后再上最后的这个，然后这个因为你们还是用敲的嘛，这个没办法你们没有工具固定的话，还是一样上去的时候锁紧以后，它还有一个这个防脱环，这个也要注意，这个应该是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再下去，这个才要上去，然后最后这个再锁紧整组的时候，这个也要去注意，就是你不要再因为锁这个导致这个又滑动，就变成太紧，你就要一直拆，会很麻烦。然后这下面这个就是主碗上盖，主碗上盖的话清洁我因为已经清过了，就是它这边一定会还是稍微看得到，它这上面会有印油，就是黄油干掉会印。你印的话就会造成它的滚珠。等一下我拆这是滚珠轴承的上碗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油都很硬了，像这个都很硬了，这个一定要清掉，因为这个不清掉的话，你会造成滚珠在滚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顺畅，滑溜，好，所以变成说。反正既然都猜到，因为我懒，然后看一直在打雷，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下大雨，所以说我只能做上部的清洁，因为如果真的要整只拆的话，我可能是选择就主板就换掉，所以说今天其实换上面跟换下面没有差别太多啦，就是大同小异，所以我就比较懒一点，我就只介绍上部。然后大家就稍微体谅一下。目前看主碗是应该都没有磨损的很严重了。其实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在骑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。你在转的时候会觉得滚珠，我拆一下滚珠下来。滚珠就是长这样子，那个上座上去以后。它上面再一个上盖，这个就滚珠。目前看起来，滚珠没有脱离，应该是还 OK。其实都该换了。有没有看？上面这些黄油都老化干掉，变硬块了。这个一定要清。你不清的话，你再转向一定会有差异，一定会有差别。然后最基本的判断。最简单、最省钱的基本判断就是，如果你拿起来它就掉了，那就表示这个绝对要换。然后目前这样看起来，就是黄油干掉造成不顺畅也有啦。重点应该很多人都说都拆到这样子换一换。问题是我是临时起意的，我也没想到要拆到这边来，就这两天在骑就。越骑越烦，然后蹬到坑洞，空的声音越来越烦。然后马路我运气都比较好，在马路上碰到三宝几率很高，所以急刹车的机会也很多。然后急刹就就好像海王子。
海王子来了。然后尽量像这个整理就是清洁，就是尽量把硬掉的黄油擦掉。因为这个是塑胶质的，有点软，它不是很硬，但是我不建议就是拿化学药剂下去洗，大概就是找块布把它清干净。它刚才是这样子嘛，然后这一块就滑在上面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比较滑顺了。它就是撑在上面，注意哦，它有凹槽哦。它这个是有一个凹陷、有凹面，你看到这边算上面，这边是下面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就不对了，就是这样子贴住它，然后这个上盖再从这边上去，其他就三个螺丝。好，然后这边的清洁我就因为两只手会比较好清的，所以这边大概就跟各位讲的，就清干净、擦干净以后，先喷点润滑油，让它擦干净，再重新上油。然后这边我可能就不拍了，因为我只有两只手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好，我刚才上油上到一半，我就想到没有跟各位介绍清碗的状况，就前面这边我都油已经上去了，我才想到。那我们就看后面这边这一段就是清完后的状况。然后像如果你们不下前叉的话，要清那个可能角度关系，我是拿一支长一点的14螺丝起子，然后顶块布这样子。这样去刮它，用这个头去清，因为你不要硬顶哦，硬顶的话布破掉，它变成金属在磨那个主碗也不对，你就轻轻的扶住，然后这样子，这边垫厚一点没关系，只要能够伸到里面去就好，就这样子刮，然后油上去，油不要上多，然后也可能因为角度关系啊，反正你就是像我刚刚那样子，因为我已经上了一半嘛。就这样子上，因为你看我也上了一半，我就放进去以后，让它滚动，然后把黄油很平均的这样子去把整个带上去。然后刚刚忘记跟各位讲，在清的过程中，尽量不要让那些清下来的硬的黄油掉到缝里面去，因为你掉下去的话，也是掉到下面那个主碗上，所以就增加下面的脏污。像这样子，让它滚一滚，滚动以后，让它整个均匀的把黄油带到旁边去，带一整圈就对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四周也给它上一点点好了。其实上这个的主要用意，当然润滑是一个目的，但是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尽量就是让珠子不要生锈，因为它的那个座是塑胶的，你生锈的话很容易而且那个座又是软质的。你生锈的话，可能很容易把那个刮坏的话，珠子就掉珠子应该会更危险，可能你会卡得更严重啊。我觉得那可能会造成行车上的安全。好，上这样子薄薄的一层，看得出来吗？对焦。好，上完后就把它上去，记得你主碗方向要对哦。你主碗方向不对的话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因为前叉是中镂空的，也是让它滚一圈，滚一滚。
有看到前叉会动，因为前叉是有点类似，就是四周是悬空，在正中心，它中间有空隙，它就是靠这个珠碗下去盯住，所以不可能锁到太紧，你锁到太紧，它就不会动。看不好有没有拍到？好，这样子以后，再来就是珠碗做的上盖，这边我建议也是上一点点油就好，薄薄的一层，因为它毕竟也是在珠碗上盖上，就尽量保持，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好拆啦，所以说就上一点油，让它尽量的不要那么容易生锈，薄薄一层就好，真的就薄薄一层就好，不要太多。你就轻轻的扶着，这样子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子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把这个套上去。注意珠碗不要装到反，装反你锁下去它一定会裂掉，就是会破掉，因为它有个碗状嘛，我刚刚有跟各位解释。然后这个记得就上去。然后像你不下前叉的时候，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啊。然后像这个调整螺丝在上的时候，尽量擦干净，因为它面跟面之间，如果你有不平滑的话，像这个现在这个很麻烦，因为这个你如果它平面跟平面没有咬得很好的话，变成说它的摩擦系数摩擦点会变小。然后就可能很容易因为震动，所以尽量挑2个面漂亮的，大概就这个面跟这个面，它密合度会比较好。现在锁下去，你只要锁紧，它松动的几率对锁，它松动的不知道有没有拍到，就尽量选2个面比较漂亮的做结合面，因为你面跟面的接触面积大的话，它在锁它的摩擦点，摩擦系数会比较好。你对手以后，它滑动的几率会比较少。你如果说像这个好了，你看这边很多都是因为它敲变成有凸点，它的平面就是它那个平面很差，变成你锁下去只有卡在凸点上。这样的话，你变成说它有空隙的话，松动几率就比较高。然后就尽量找2个平面比较漂亮的做结合面，这样下去锁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然后目前看起来这3颗，这个应该是上面这个被打的最凶，然后这颗就做上面，然后这个面做下面好了，就大概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装之前面记得要擦干净，因为我们没有下前叉，所以等一下在装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，就是你要尽量让前叉至中，不是呈至中，是至中。像现在这样子有没有？注意看哦。我用脚去顶它的前叉，没有它会动。所以说你锁第一颗的时候，要尽量确保它有至中，然后这个朝下的面也尽量选好一点的面。确定前叉有至中，再上螺丝。要不然你如果都没有先至中的话，你就一直锁，它可能会挑嘎，国语要怎么讲？吃脚。然后至中的时候就脚稍微这样，脚稍微顶一顶，一面顶一面松，一面顶。好，基本上大概都是用手锁紧，不用手很紧，你只要手锁紧以后，就大概就已经是至中了，这样就不会动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测试你
扦插有没有锁太紧、锁太松。这个的话就是要我是手机加三脚架，所以就他叫我去点看哈。基本上我是习惯下面垫个东西，让前轮悬空，然后下去做测试。然后今天可能还是这样，我很怕等下会下雨，所以就加快速度，就是这样弄给各位看。你就双手扶住前叉，顶起来以后前后摇，如果还有缝隙，就是太松，继续锁。锁紧以后再继续摇。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摇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你要去判断是前叉在摇，还是中柱，还是那根中柱在摇。因为有时候你这边没有在摇，但是中柱那边因为老车中柱会有它中间那根轴会有损耗，所以变成说你在摇的时候，你要去注意是前叉跟车身这个缝隙在摇，还是后面那个支架在摇。没办法，还是垫一下哈，要不然真的很难作业。垫的话找颗垫平，然后不够高就垫个木头啊，就是尽量让它能够稳定的后轮着地，然后前轮抬高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摩托车垫平太小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前不会去干扰到前轮，然后目前这样可以看到这样子就是正常。如果你前后摇，它不会有扣间隙的感觉的话，然后左右测试就像这样子，它会自己因为右卡钳，所以它会偏右是很正常。但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，你要确定。因为有下龙头，你的线组不要去做到干扰，然后这样子去做测试。好，还有一点点，就大致上。这时候就要用工具下去锁，因为我刚刚手锁已经几乎是锁到没办法再锁了。一样，就是如果你的工具这个太大，我还是在比较有用，还是就太大嘛，垫个硬的工具在这边就可以去做调整。你们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，我这样讲，你应该就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
锁到最后，在锁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大概差这么多，所以我刚是垫在也是这个角度，大概就这边垫住它以后卡住，然后这样慢慢的去，你看像我这样子一出力它就滑掉，这我没有故意哦，因为这是有点杠杆原理啊。你看我这样下去的话，它直接就顶在前面这边，后面根本就没办法处理，所以说要顶在这边，顶在这一带，然后你不要一次锁太多，一点点锁，确定前后，像这个松紧度，这个松紧度就是正确的。然后最主要是前后会不会有顿点？好，然后我目前这样测试还是有一点点会顿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顿就是中柱引起的。然后目前这样看，它左右转动的滑顺度算 OK， 因为它右卡钳它会自己往偏右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因为码表线跟上面线组顶住，所以它往那边倒，会往这边跑。然后我第二颗螺丝已经转上去了。注意，然后现在锁第二颗的时候就要注意，因为第一颗我们已经锁好，到我们要的松紧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，我们在锁第二颗的时候就要注意，你在锁的过程中，尽量不要让它，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有2把工具会比较好。问题是我2把都太大，有没有？2把连是同个尺寸的，所以说这个等一下再锁也是个麻烦点。它重点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龙头已经顶到右边嘛，你就注意在锁的时候，下面这个尽量不要让它再做跟动。你要做个记号也可以，就是不要再让它做滑动转动了，就只锁上面这一个。基本上这样个锁完以后，另外一个就不是问题了。好。我现在已经，如果刚刚那个画面我剪得出来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都没有变动，是上面这个转过去了。好，雷声越来越大了，可能真的快下雨，我就赶快弄一弄，大致跟各位讲一下。第一个螺丝确定好，松紧度不会晃动以后，第二颗在锁的时候，尽量让第一颗不要再做转动。锁紧以后，上胶片，上这个胶垫，再上第3颗先上这个固定环，上胶垫，再上第3颗螺丝，然后全部组好。其实啊，全部组好以后，大致的组装以后，最重要的测试是自己刹前刹车下去试，这才是最准。你光手动下去弄干什么？那只是一个大概值，真正的有没有确定有没有锁好干什么的，就是一定要龙头锁上去以后，你去刹前刹车，跟你实际稍微骑乘那个转弯的顺畅度跟刹车会不会刹到底的时候空，前避震缩到底的时候会导致前叉晃动，有没有间隙存在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。好，因为真的快下雨，我赶快弄啊。今天这个前叉珠碗的调整、上黄油清洁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